好了，今天直播快速的开始了，而且我刚刚发现自己忘了带麦克风，所以我现在已经把它贴好了，看到没有？就在这里啊！我身上穿的是本台过去最畅销的新金 T 恤，但是因为很久没有打广告，所以也没人知道我们在卖。有空的话，各位可以看一看我们的置顶连结啊。来，各位事务所同学晚安，我是朱雪恒，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应该没错，这里是万松事务所。今天我们要讲的呢，我跟你讲，我其实这一集真正重点要讲的是，我不明白他妈为什么台湾买不到便宜的电动车。我查了又查，我发现中国大陆电动车很便宜呀，而且它现在因为内卷的压力，它急着卖到全世界去，但是台湾就是要抗中保台，就是妈不准卖。我在想，你他妈用了中国大陆的电动车是怎么样？所有人都投共，对不对？知道？等到如果登陆战展开的时候，我们的电车就一台一台砰砰砰砰炸掉，或者是他会在你的营门口拍到你的旅长跑去酒店喝完酒之后回来，于是引起台湾的轩然大波嘛？我觉得这个根本就是妈胡说八道。国际贸易哦，今天对我来讲，真正的意义在于，它如果能让台湾的人赚到，那你就该让台湾人赚到。你不是在那边跟我瞎鸡巴讲什么我们要保护台湾的本土产业？靠北台湾什么时候有电动车产业了？你告诉我哪一家？有啦，鸿海的啦，Model B 啦，但就这一家，那其他的嘞？好了，先不管。但是啊，真的假的？Impalpable 说朱大好，我查了一下，中国大陆是可以寄蜂蜜的，请问朱大我要如何下单？真的可以寄吗？你要不要再查一下？我是怕，我是怕，我是怕不行啊。没关系，你就那个直接在我们后台，然后先下的单，然后再看看。可是主要是不知道你要怎么付款。你先在我们的那个置顶的那个连结里面有蜂蜜，你就下单，下单说你是要寄到中国大陆，看看邮费要怎么补，到时候后台客服会回答。好，所以我跟你讲，但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啰嗦。我喜欢从头开始查问题，所以我整个还顺手查了比亚迪最近的状况，但我后面迟早会讲，到底这个价格差多少？后边我标题就写了比亚迪的海鸥新台币落地哦，如果我只算关税的话，落地4、7万哎，妈4、7万有多便宜？不到50万哎，进不来。阿妈的 Y 呢？189万，哎，那。而且坦白讲，我不觉得用电车的人这一个价格对他们来讲功能差距有多高。好，但没关系，后面再跟各位讲。但这个故事一定要从比亚迪开始讲的，所以我们今天会聊到什么东西？会聊到底链。比亚迪的收货链，靠，这个真的是妈比那个银票还要惊人。比亚迪的海鸥、合智旗、自制率、内卷、外部化，那同级的 Model Y 的同级啊，在对岸卖不到60万台币啊，那台湾要付双倍，我们要说谢谢，谢谢你卖给台湾，这个事情我真的不能理解。但是中国供应商倒霉。坦白讲，我们就把故事说给各位听。那你有没有因为内心的良知或者什么东西，你会去抵制？这我不管。但我们还是先从今天的定场诗开始讲起。卷刀向内血成河，欠票堆高塔巍峨。千船在电请沧海，万场低眉问几何？墙外车潮压架浪。墙内翻倍探蹉跎，潮来潮去强犹在，最后账单谁签收？哎，丰田后来电动车外销都输给比亚迪耶，你其他不用讲，而且丰田压氢能还压输啊！但是我们今天重点不是单纯这个，我们先从这个今日的真正重点开始讲起来。我们今天从2个价目表开始谈啊。第一张在香港铜锣湾街上，你去一个电动车展间，一台中国品牌的入门电动车，港币99800，
换算成台币啊，40万出头。香港的上班族啊，月薪存个1年多，一台全新电动车开回家。这里的月薪不是不吃不喝哦，是他剩下来的钱存了电动车开回家。但有没有地方停，然后怎么解决后面问题，那个我先不管。我只是说它的价格是对，即使对香港来讲很合理，更不用说台湾。好啦，在台北，你走进台湾最便宜的国产电动车展间。鸿海鸿华先进的 Bria 入门版89.9万，这已经是全台湾新电动车的天花板，更正，地板价，对不起，不是天花板，我一时间把那个价格搞错了。它真心不骗是，你卖这个价在台湾已经算非常非常便宜了，便宜到靠北，而且是最便宜。来。如果你要买特斯拉 Model Y 后驱入门版，189.9万，很吉利，对不对？那我们这样讲，应该我们能比的是同级距的同款电动车，不是同级距的电动车，不同厂牌啦。那但是光这样，台湾就是香港2倍以上。你要不要看看台湾 GDP？ 你要不要看看台湾的平均薪资？来。可是你光看这个数字不够准，我们把故事再说的完整一点。为什么在同一个地球上，同一个规格的车，但他们规格类似啊？好，你不要就硬跟我在讲说妈不是同一家厂牌。好，厂牌你如果有价值，你很爱去买 Apple 的电动车，偏偏它做不出来。来，为什么隔一条海峡价格差了2倍？有人会说啊，香港没关税嘛？对，香港是自由港，但你知道吗？就算加上台湾的关税、营业税、运费、经销商利润，那台9.9万的车开到台湾落地，也不会超过60万台币。剩下那30万、100万的差距不是税，是台湾刻意阻挡的墙。今天这一集我们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个故事有3幕。第一幕在中国大陆境内，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正在上演一场自相残杀的内卷绞肉战，杀到全行业的利润平均只剩3.2%，杀到龙头比亚迪要靠开电子欠条，拖欠供应商的钱过日子，用现金周转，最后杀到北京中央看不下去，因为这个等于是拿经销商跟供应商的钱来填自己的洞，北京中央出手整改。好了，那整改之后暂时平息，但是整个行业大挫赛。来，第2幕是在大海上，因为中国大陆国内杀不了了，杀不下去了，几百万辆车装上货柜船、滚装船，销到全世界去。2026年预估至少出口1000万辆，1000万辆，这个数字是日本的2倍半哦。那第3幕是在台湾啊，我们用3道墙把这个海啸挡在门外，自己以为很开心，更正，车主不开心，但是党很开心，台湾的这些厂商很开心。代价是什么？是你啊，在听直播的台湾网友买车要付全世界数1数2贵的价格啊！我把今天的结论先放那个，等一下我们后面会依序证明给你看。中国供应商呢，想要赚比亚迪的钱，你要先活得够久。台湾的车主呢，用钱付账，但是是关税吃掉你大部分的利益，而且那个电车还进不来。这场电车围城哦，城里城外每一个人都要付钱，每一个人都吃亏，真的没有人大赚特赚。来，我先念一下今天的斗内，顺带一提，今天的斗内的目标是，如果今天目标过了，我们就讲全世界的 AI 大战。各位，台湾有多悲哀？台湾的没有 AI 在制裁台湾，因为它制裁的时区是上海跟乌鲁木齐，那个台北的那个时区没有人制裁。那原因不是因为台湾是什么民主伙伴、民主好朋友，是他妈台湾不重要，晶片台湾做的，但是最先进的 AI 台湾用不了。那阿里巴巴也制裁那个 Cloud， 它不准用 Anthropic 的产品，然后美国国防部也想办法
Anthropic 的东西，我90天之内我要把你退出产业链。哦，这个东西很刺激。我们如果今天通过目标啊，明天就来好好的讲一讲。那这台湾太久没有把自己当成一回事，或者是你在根本自己不当一回事的地方，硬把自己当一回事，导致真正重要的竞争 AI 的竞争，你根本打不过，根本没有扮演任何角色。但达到目标再说。来，所以这个红豆泥，谢谢你加入社会宅。Sylvia 呛说到了，乙说到。Black Draco 7423说，按照目前人民币对新台币的汇率，约1元人民币等于4.73新台币来换算，大陆 Model Y 后驱入门版官方售价26万3500元人民币，折合台币约为124万6千元新台币。那你买特斯拉是很划算吗？很开心吗？我不觉得啊。Mr. 刘建议说，台湾车市已被资本财团 and 既得利益政客加户税政府绑定，大陆电车别想进入轨道。而且上次这个题目，我就说建议兄应该会想要听，结果他全场跑去做模型，所以1毛钱没抖内，今天又抖内30元，但没关系，他是车的行家，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车的行家。哦，又要讲路虎了，靠妈！我今天才看一个抖音的那个拍照，有一个韩国妹子找了一个那个摄影师拍路虎。哦，韩国妹子很正。好，等等，扯远了。这个 Violet， 谢谢你的抖内。来，故事第一幕，我们先进中国国内市场。中国大陆的国内市场很刺激，为什么？我先给你看一组数字。2014年的中国汽车行业的平均利润率是8.99%，不是很高，但可以活。2024年呢4.3%， 2025年4.1%。2026年第一季3.2%啊，3.2%是什么概念？你开一间鸡排店毛利都不止这个数，一般吃东西的店毛利至少要30%以上。你开电动车的大厂，你的毛利率是鸡排店的1/10。那中国大陆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3440万辆的年销量。结果做到全行业利润比银行定存好不了多少，然后更荒谬的数字来了，全联会2026年第一季，中国车企平均每卖一辆车收入33.7万人民币，比去年多赚1.7万，但毛利只剩1.1万，比去年还少1700块人民币。翻译成白话是车卖的更贵了，钱赚的更少了。为什么？2个字：内卷。内卷。各位，您可能常听，但我们今天再科普一下，我们再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内卷。内卷其实是一个社会学名词，不是在中国大陆最先开始的。妈，如果有白痴又说involution 内卷是中国大陆词，又支语警察要出来，我只能说你不读书。去读书。Involution 原来是社会学名词，意思是所有人不断加码、无限竞争，但整体没有变好，只是每个人都更累。就像补习班，全班都去补习，排名没有变，只是你每个人多付10几万，每一个学生多付3、4个小时。现在的中国大陆车市就这样，100多个品牌，5000万辆的产能，追着3000万辆年需求的市场跑。你没听错。我看 Peugeot 保时标致9.97万一台啊！我靠，内卷其实是那个社会学的一个，不知道在美国还是英国先出来的，其实不是日本的词。来，你没听错哦，现在的正式产能超过5000万辆，保守估计产能利用率不到70%。顾问公司艾瑞博的口径更狠，他说大概50%，也就是中国大陆每2条汽车生产线有1条在养蚊子，为什么不能开？开了存货出来了，卖不出去了，又要变成负担。养蚊子的产线是要钱的，折旧、人事、贷款利息，每天都在烧，所以怎么办？降价，把车卖掉换现金回来，先活过这个月再说。那你降了，我也降，
你降8000，我降1万。2025年光是前5个月降价的车型超过160款，结果就变成一个淘汰赛了。2018年中国电动车品牌接近500家，到了2024年呢，还有实际销量剩129家。艾瑞博预估到2030年，真正能在财务上活下来，大概只有15家。出租半装床说开播多久了？15分钟、16分钟左右。所以，在听直播的各位，你算一下这个死亡率，500家进场，15家电动车的车企活着出来，97%的阵亡率，这不是市场竞争啊，这是绞肉机啊，这是很严格的绞肉机。而且坦白说，这个绞肉机一开始没有这么惨的。那为什么？因为这是政策扶植出来的。15年前，北京判断燃油车追不上日美欧，决定举国之力压住电动车，这是一个跳蛙式科技的概念。一开始真的没有错，因为中国大陆在电动车上面突飞猛进啊！你如果用那个诡秘之刃说法叫猪突猛进，一下子就超越了油车，甚至超越了油电车。地方政府送土地、送贷款，直接注资，人为制造出一个过度竞争的修罗场。这个剧本以前在家电用过，在钢铁业用过，在太阳能板用过，每一次结局都一样，全世界的价格打到地板，然后自己人躺了一地。但没办法，这就是极度竞争。我给你一个简单的判断，说内卷不是中国车企的失控，是中国产业政策的必然。举国之力推展一样东西，如果你不算准了什么时候刹车，就是一大堆人跟着掉下悬崖。但我个人身为消费者，我觉得很开心呐！妈，我买东西比任何人都便宜很多，全世界都吸收到中国价格的甜头，那有什么不好？但问题就是，当补贴取代利润成为活下去的理由啊，绞肉机不会停啊，它只会换地方绞，它只会换地方绞。50宏光不知道能不能生存到后年呢？好，但是不管我们先不要讲那么远。那这个绞肉机过度补贴的绞肉机，我们后面慢慢讲。但是绞肉机呢，迫害到的第一批肉啊，不是车厂自己，是他们供应商。我跟你讲，我去年跟前年看到这个新闻说，我觉得干这太夸张了。你想出来的人简直是银行家。Fire 0071说，我以前也鄙视电车，自从我买了理想 L9，回不去。电车真的很方便，而且电车里面几乎全部都是最高科技的配备，声控啦，然后自动温控啦，前后的座椅调整啊，妈要多爽有多爽。但台湾大部分人不知道，因为 Model Y 没有那么多瞎鸡巴配合你的。老共那边内卷，他车子已经做到，很惊人就是了，很惊人就是我没有要拍对岸的马屁，但是一个过度竞争的市场，对消费者来讲绝对是爽，爽到不能再爽。好了，但是一定有人。出租半装床说，我觉得现在电动车电池还不是很成熟。看到有人评论电动车电池处于技术迭代，有钱还无所谓。我觉得啦，他不要说技术迭代了，那个换电池的方式也在迭代当中。除了充电之外，它不是还有哪一家？对不起，品牌我记不住，我是一个记名字的白痴。就是你开到它的那个换电池的地方，它直接锵锵给你换一个新电池，然后你就开走了，根本不用等。那甚至还有将来要做那个 VPP Virtual Power Plant， 你今天买一台电车，在你家连上电网之后是可以赚钱的。它用它的电池储电，电网有需求，特别是晚上，你一边充电一边把电卖回去，让整个电网保持稳定，这个也是一个商业模式。所以我觉得这样讲啦，最早买 Prius 的人可能吃亏了，因为他那个 Prius 一次换掉就要8万还是9万。但我们是消费者，我们不要担心什么市场怎么样，迭代怎么样，你先别管嘛。他活下来了，还能帮你修，就已经开心了，好不好？对啊 ，Black Draco 讲的没错。我跟你讲，推到下一个阶段了，会变成
这个中国大陆那个超大电网里面的稳定器 damper， 就它不用盖电池储能的这个场地，然后它只要让这些电车接上电网，那双向卖钱就够了。没，你应该这样讲。特斯拉已经做过了换电池不合成本胎死腹中。我跟你讲，那一家公司干，我就想不起来未来是不是？那他的做法其实是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讲，你走在路上换电池就是换电池，你不用在那边等充电。那这是另外一个切入角度，所以到底怎么样？你说是不是很嗨？这个我也不能跟你讲。好，我的电脑怎么搞的，变得慢慢的好，这个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要怎么样。目前好像还好，对不对？不知道，刚电脑忽然变慢了，我之后再调一下别的东西。你知道，但我这边补充一下，这个不在脚本里面，我到时候要做字幕辨识，一定很麻烦。但是前一阵子稍早的时候，2、3个月之前哦，那个中国大陆过了一个新的专利，就是你电池如果过热呢，它直接把电池弹射到侧边去。他妈不知道谁想出来这种丧心病狂的专利啊！他直接射到旁边去。有网友就讲：靠腰，你这样子设定，我旁边是台油罐车怎么办？整个街区都炸掉，是不是？好，先不管这个，好像这是过热，但没关系，可能跟我的那个这可能跟我用的那个网络接口有关。然后我到时候去调一下，我明天应该就可以换过来就改好。这么好，来，我们今天真的要开始认真讲了。我们今天要进入今天的戏剧核心，这个故事很有趣。你如果只是消费者，你不需要懂，但是我们就把它当做学一个商业模式，学一个商业模式。一个天才的冷血的教科书等级的金融发明叫做迪链，比亚迪的迪链。各位，你开过公司哦，你一定懂一件事情：做生意现金流就是命。你出货给客户，客户什么时候付钱，决定你下个月发不发得出薪水。正常的游戏规则是这样子：大公司跟你月结30天、60天，开仓银行承兑汇票给你，这张票受票据法保护，你拿去银行可以贴现。违约了，法院会帮你追，全世界都这样玩。特斯拉付供应商大概90天左右。比亚迪不一样哦，比亚迪难怪是第1名，他简直该去开银行。比亚迪跟你说，我不开票，我给你一张迪链，妈的，简直是发行新的那个产品，我干，吓死你啊！干什么叫迪链？迪链是比亚迪自己的子公司，叫深圳迪链科技，2016年成立，发行电子债权凭证。那个灵感可能是从区块链来的，但总之它就叫迪链。但这个迪链呢，他妈比高利贷还要缺德。等等啊，这个动画我的大头又挡住了。让我把它切一下来。好，迪链呢，就是电子欠条，上面写着比亚迪欠你100万，某年某月某日可以来兑换。听起来好像也是一张票，对不对？但是你不能拿去买那个便利商店啊，差别大了。我讲3个差别。第一个，迪链的这一张票不是法定票据，银行承兑汇票受票据法保护，迪链只是民法上的合同债权。比亚迪哪天说这比较有争议，这张欠条的效力就重新上法院重新炒。第二，它不进央行系统，所有正规的商业汇票都要接入央行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监管看得到。迪链的签发流转全程由比亚迪自己的公司管理，发了多少，除了比亚迪自己，没有人知道。2023年5月，迪链最后一次公开规模是多少？4000亿人民币呀
4000亿人民币之后不再披露。我跟你讲，我是中共中央监管机关哦，4000年，4000亿，对不起，4000亿简直妈动摇国本。我跟你讲，你看我这张动画就知道了，这真的很夸张。好啦，还没完呢，他之后不能再披露，再披露出来，搞不好党要下来弄他了。而且比亚迪的结算模式是月结30天到60天，你这边听了好像应该觉得还好，对不对？没有特别了不起，但是抱歉，它的月结呢不是这么简单，不是这么简单，它还要加上6个月到8个月的底链，你交货，哎，我朱璇说我做了一个电动车的马达，我交给比亚迪。等1-2个月拿到欠条，就那一张电子凭证，欠条要再等半年多才能兑现，实际付款周期是8到10个月。哎，你看我后面，一般国际车厂是90天呢，中国行业的平均是变成108天，比亚迪到127天，如果你算上比亚迪加迪电，275天呐。那供应商急着用钱怎么办？哎，我看比亚迪还有解决方案哦。我急着用钱，我朱璇说：“哎，妈的，迪哥啊，我今天要急着用钱，我货也一交了，你要料我都给了，怎么办？我要用钱啊！可以，比亚迪提供一个方法，提前兑现，兑息呢贴息5%到10%，你的利润可能本来就有8%，贴息一扣，全部白做。我们把这个机制翻成大白话，比亚迪把上千家供应商变成了一间不用付利息的银行，供应商的货款就是比亚迪的无息贷款，4000亿的无息资金拿去干嘛？做产能、杀价格、盖海外工厂。你以为比亚迪的车便宜是技术厉害？技术真的有，但那个便宜里面有一大块是供应商的血跟内脏压出来的。而且迪链还有一个附加功能，听起来更像黑道。供应商拿到迪链，可以拿去付他的下游承包商，于是整条供应链一层一层全部被绑进比亚迪的欠条体系。合不合作，降不降价，你手上握着人家的欠条，你敢说不吗？你敢说不吗？比亚迪的财报漂亮的很，有息负债只占总负债的5%左右。资产负债率年年改善，为什么漂亮？因为欠供应商的钱不算有息负债嘛。我不是跟供应商借钱呐，我是他给了货，我付款晚付啊。所以账面上，比亚迪是全中国财务最健康的车厂之一。同样的，根据本台的老公式，只要任何一个公司跟你说它财务非常健康的时候，哎。后面我们会仔细分析啊，所以简单的结论是，迪链不是财务创新，是把整条供应链的血输给一家公司外的体外循环系统，输血的人越来越虚，抽血的人越来越壮，直到有人倒下或是有人喊停。接下来下一章，这样子搞吗？大家还拖了很久哎，有人真的倒了，有人真的必须要喊停了。来看我背后红头文件出来了啊！国务院介入了啊！为什么？因为他妈闹太大，闹太大了。微弱870说他妈宁德时代也不遑多让，我当他供应商，他是6+3的账期哦，6个月拿承兑商票，9个月才能拿到现金，270天，你要在180天拿现金，你要自己贴息。哎，不是啊。不是啊，那个微肉你怎么不同样的去跟国家说嘞？因为比亚迪这样搞，妈，国务院都出手了，那怎么可能宁德时代逃得过啊？做电池的没有说特别高档吧？那个 Mark Hu 说，台湾开60天的票，厂商都哀哀叫了。我们跟厂商叫料，大概是30到45天，有的厂商一定要收现金才要出料。不是啦，你要体会一下，你记不记得
我今年稍早差点破产，为什么？因为我的东西一直在卖，但是我的钱呢卡在我助理忘了按通过，所以那个钱一直卡在电子商务平台，干卡了100多万呢、妈导致我已经没钱很穷，我又垫了100多万，最后钱才出来啊。那所以这就是现金链有问题的地方。好，但是没关系。2024年11月18号，比亚迪风光到顶点。这一天，他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新能源车下地落地啦，全球第一家放烟火开庆典。董事长王传福站在台上，媒体标题全部是里程碑，里程碑。微弱说：“你不知道车企都在给宁德时代打工吗？”坦白讲，我不是行内人，我只能懂个皮毛。微弱如果觉得很气，来赶快$200定做一题，我专门帮你宁德时代。反正我现在在台湾，天高皇帝远，他又不能发红色通气。但我对这个商业模式我是真的好奇。所以你到时候，怎么样？你再写 email 或是跟我们讲，我是之前真不知道宁德时代也这样搞，但我知道比亚迪这样子搞，就是很惨。来，这个好了，8天之后，2024年11月26号，有一封邮件的截图哦，开始在供应商的链子里面转传。转传什么？我看我有没有做那一张图。好，那封信我用嘴巴讲哈，这个很奇妙啦。寄件人是比亚迪集团执行副总裁、乘用车首席营运官何志奇，收件人是比亚迪的供应商呢。内容我念给你听。那跨境镇压朱元，干你宁德时代也可以跨境镇压，那我可能活活被打死了。比亚迪可能要镇压我。来，我差不多就是原文一字不漏的转给各位。2025年他是这样讲的，各位厂商，2025年呢，新能源车市场将进入总决赛淘汰赛。为了提升比亚迪的竞争力，贵司供货产品自2025年1月1日起降价10%，请您和团队务必认真对待，切实挖掘降本空间。邮件最后一句干超经典的，邮件最后一句写说：“以上，请勿回复邮件。”这个概念翻成中文叫做亲子，干了不起了吧？请勿回复哦，不准有意见。那你当过乙方，你听直播你就懂这4个字重量。这不是谈判，这是通知啊！这是埃德美顿说 ultimatum， 这不是说我们来讨论一下明年的价格，这是明年你少收一层哦，不要跟我啰嗦。看这个信一传出去之后就炸了啊，炸锅了啦！那舆论炸锅之后，比亚迪的公关经理李云飞出来灭火，说跟供应商年度议价是行业惯例，降价目标非强制，可协商。各位，可协商跟请勿回复放在同一个世界里面，你要相哪一句啦？狗屁呀！好，因为这样讲，那个五讲四美说，比亚迪的提炼只要稳定，基本上还可以做，因为现金流稳定，小客户根本没有做必要。不是小客户也做不了，他光开那家公司就不得了。可是问题是你站在国务院的角度，干你底下有一家公司给你开了一个金钱帝国，4000亿他等于绕过中央银行在发币，不可能啊。好了，简单来讲，因为这个太夸张，所以有一家供应商不忍啊，公开发函抗议。他用词非常重，他说比亚迪把整个行业拖进低端竞争的死胡同里面，要求他停止以无底线的压榨模式获取短暂利益。我们把镜头拉低一点，离开这个记者会的舞台，去看一些真实的工厂。华尔街日报呢，偷偷跑去采访，他采访那一家供应商说，现在不止年度议价，主厂商每个月都可能再要求降一次价，而且你要把成本摊给他看，电费单、材料进价、工时记录、排班表，他
他甚至派人到你的产线上数人头啊！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你是一间零件厂的老板，做了20年，养了50个员工，你的最大客户占你1/4的营收，你不敢丢嘛？他先用欠条拖你10个月的货款，再每个月来砍你一次价，砍完派人来你的工厂数，看你是不是还藏了什么成本可以再挤。妈，西瓜都挤，石头都挤出西瓜汁来了。好了，你半夜坐在工厂，面前一叠还没兑现的底链，荧幕上那封信叫你请勿回复。然后把镜头再拉高，看整个行业的体检报告。这整个行业体检报告就是很丑啊！路透社的统计啊，截至2024年，中国车厂的总债务是9590亿人民币，比2019年暴增56%，库存水位翻倍，3700亿呢。经销商被强制塞车，塞车不是车卡在那边，是妈把车塞到你的那边去叫你卖。车厂把卖不掉的车硬塞给经销商认列销量，所以啊，讲白了就是这样子。我跟你讲啊，比亚迪的工厂，这个426讲没错，比亚迪的工厂供应商时常在抗议，不是没原因的。你后面做到这种程度就很麻烦，很麻烦，因为你不留后路嘛。那好啊，那如果是这样子，你觉得嘞？当然不行嘛。来，到底有多少供应商已经撑不住了，已经倒了几家呢？我老实跟你讲，没有人知道啊，因为敌链的规模连披露都停了，谁泡在水里，谁已经灭顶，只有比亚迪自己的系统看得到。我们能看到的是行业债务9590亿这个数字，是贴息5%到10%的这个数字，是一封封 IPO 文件里面现金流不稳是最大痛点的自白。结果嘞，这样生态撑得下去？我告诉你，撑不下去。刚有网友讲说，敌链都是内部厂商，就不是，有很多是外部厂商。你内部厂商自己在那边弄也就算了，你外部厂商都是很鸡巴嘞，好不好？所以啊，我这样讲，黄历难得讲的没错啊，蚂蚁金服就是动到党的蛋糕了啦。你做这种类似金融的东西，怎么可能共产党不注意？一定注意呀、一定注意呀、那又怎么样嘞？好啦，我这一段的结论是，这种模式就跟吸血鬼一样，竭泽而渔，撑不下去。当一个产业的龙头把拖欠变成商业模式，把压榨写进年度计划，它离的不是世界第一啊，是恒大第2啊。这句话不是我说，是长城汽车的董事长魏建军说的。他把比亚迪叫做车圈恒大，干，你看多屌！好好好，祖国第一啊，祖国第一，不要再来洗版了，妈的！斗内没有，洗版一堆。来，所以同行都看不下去了，然后好，最后北京看不下去了。来，故事讲到这里哦，2025年哦，北京终于出手了，它是在5月出手的。5月怎么出手呢？这个时间轴非常精彩，你会看到中国式治理的比亚迪没有要倒闭，但是比亚迪的财报非常不漂亮。对，我知道长城，我唯一记得就那个长城炮，他找一个卖外卖的小妹，然后在那边讲长城炮怎么的，然后送了他一台车，很嗨啦。所以来，这个时间轴非常精彩，你会看到中国式治理的标准剧本。5月30号，中汽协发布倡议，反对无底线的价格战。我跟你讲，我是比亚迪，我吓坏了。中汽协用人民团体角度发布倡议，那表示党在背后推啦。5月31号，工信部表态，说了一句名言，这个名言很有道理。但是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比亚迪就要知道尾巴夹紧。
工信部说价格战没有赢家，更没有未来。然后6月1号重点来了，修订版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正式施行，白纸黑字，大企业付中小企业的货款60天内要付清，这不是倡议没有，不是倡议没有商量余地，这是法规。所以刚网友讲说宁德时代也这样搞你妈干，你可以拿这一条寄个副本给他，好不好？好，随便，你都反正你不要听我的，有人愿意听，妈，老子讲的东西数据你查不对，妈，你可以干我，但问题是没有不对的。来，所以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我刚讲那个微弱这位网友，你可以拿这个东西去跟宁德时代讲啊。宁德时代不可以拖欠你的款项超过60天了。好了，来6月10号晚上，一汽、东风、广汽、赛力斯4家车企主动发表声明，党叫你主动，你怎么敢不主动？来，承诺账期都一律压60天以内，请注意哦，主动。法规6月1号生效，他们6月10号主动跟你收到国税局通知之后主动补税是同一种主动。是同一种主动。比亚迪海外广告我没有做进讲义，我知道你讲的是那个日本那个 K Car， 但是我觉得 K Car 在日本卖不起来，我就没有多讲了。你可以去看看，因为 K Car 本来在日本就是那种超小型车啦，然后它做那个滑动式电动门的，可是日本那个市场不用讲，就这样子。来，我继续往下讲。6月11号呢，比亚迪也跟进了。比亚迪跟进官宣官方声明怎么写的？他说，为落实国家及相关部委就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促进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一系列部署要求，以切实行动推动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来，我们事务所的老规矩，把他的话术反向解读一次。当一家公司宣布落实国家部署，以切实行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时候呢，正确翻译是我被抓到了，而且抓到的人抓我的人我惹不起。你什么时候看过资本主义世界里面有一家公司主动宣布要准时付钱的？准时付钱要发新闻稿吗？那不是天经地义。你家巷口的面店有发过本店承诺早钱早足的声明吗？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哎呦，对啊，我跟你讲，电车可能最后剩下的家数比15家还要少，但没有关系啊，你不信我，你股票你随便乱买都好，你家的事。妈，我们讲的就是就知识来分析判断。那OpenAI 也没有赚，不是你把一个夕阳产业跟一个人家持续投资的产业混在一起了。但是我这边也不要多讲，因为你愿意相信你买股票，那你家的事，我们救不了的。好了，我接下来要直接讲啊，我又模糊了，是不是？这个好像是因为，好了，让我动一下，好，差不多了，勉强。来。这个最后17家车企签了60天承诺，工信部开了投诉窗口盯着。到2025年11月，路透爆出更大的一步，比亚迪开始弃用提链，改回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和现金，优先处理中小企业。预计1到2年就可以完成切割。长城的长城链也收。妈，你刚说你家是车界恒大。你搞长城链，搞屁呀！我上一个 Master Law 说爱国商人你没看过吗？我上一个听说的爱国商人是贤高，战国还是春秋时代，我有点忘记了。再上一个爱国商人，就是把瓦良格号买回大陆的，好像也垮了，但没有，我不要纠结这个东西。所以
你开心就好了，我没有意见啦，好不好？高清明说，儿子前一阵子买一部12年的中古车，12万元台币，就很爽啊。哎，各位不要一路推到我说比亚迪倒闭，我没有说比亚迪倒闭，但是我说中国100多个品牌啊，会倒剩大概5到15家左右。那比亚迪除非调出这个15名排序，否则它怎么会倒闭？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各位继续往下走啊。玄奘是春秋的，不好意思，历史没读好。来，所以啊，听起来我刚刚讲这个切割是好消息啊，供应商终于可以拿到真的钱了，对不对？但是这里有个物理定律要登场了，能量守恒，债务也守恒。欠条不见了，钱还是欠的啊。以前那几千亿藏在迪链这个魔术箱里面不算有息负债，财报漂亮的像选美冠军。现在60天新政一来，欠条变回应付账款，变回票据，全部回到资产负债表上面。你看不到的部分有多大呢？香港的研究机构 GMT Research 就是当年恒大出事前率先示警的那一家。哎，说到这个，有点想念我们住在深圳，在香港工作的那一位，这个 hedge 分析师，他好久没来了，希望他一切平安开心。但是香港最近应该也很开心啊，有没有？到北上广深，不是，就是从香港去广州吃饭，应该很爽吧？来，这里有一个问题啊，欠条不在了，但是呢，钱还在啊，那看不到的部分有多大？这个事情很麻烦，为什么？因为那个 GMT 那家公司哦 ，GMT Research 就是当年恒大出事呢，率先示警的那一家，他们算了一笔账，截至2024年中，比亚迪官方揭露负债是217亿人民币。看这边，对，没错。但是经过 GMT 调整之后，供应链融资、超长应付款全部加回去，调整后净负债是不对，3230亿人民币，277亿对上3230亿，10倍以上的差距，大概1.5兆台币。那台湾一整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也就3兆左右，一家车厂藏了半个台湾政府的负债在欠条里面，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啊！为什么？因为各国开始用关税搞你啦。2025年第3季，比亚迪迎来2020年以来首次的营收获利双降，净利年减32.6%，2026年第1季净利在年减55%。国家的新能源补助也在退，比亚迪2025年拿到的补助大概134.7亿人民币。那简单的结论，这一章我们让数学说话，财报可以化妆，现金流不会说话。60天账期新政所做的事情，就是把化妆品没收，溯源出来的比亚迪负债10倍现行，科学终将胜利。会计也是科学。故事第一幕演完了，内卷欠条整改，你以为故事结束了？没有，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或是太平洋。来，所以我们把镜头转向大海，接下来就要往下一个方向走啦。那这个，哎，干怎么一下子给我跳到？好，还没讲到大海，来先讲未来啦。没有，我还是觉得5到15家剩下来。之前我们不是有讲一个是极越还是哪一个？我他妈还有看到 TikTok 上面的剪接，就是来，但是哪些被卷死了？很简单，价格战还在打，表面上停了，官方说你价不能乱砍了，反内卷变成主旋律。
车企的新闻稿里面价格战3个字几乎绝迹，实际上呢，它变形了。2026年开年，中国车市遇到史上最惨的开局，1月的新能源零售暴跌20%，因为购置税优惠退坡，需求前1年都买完了，很多业务没有穿黑丝，不要想太远，很多业务就是前1年说你先买，那这个因为之后就不补助了，2026年不补助了，那车厂不能降价又要冲量怎么办？车价不动，动利息。就是吉月啊，吉月我记得有个小姐姐一边在做直播，一边在说：“你看我们车子多好。”然后她那个聊天室跟她讲说：“哎，你们公司倒闭啦！”那个小姐还说：“啊，倒闭？那么我人要去哪里？”就总之很荒谬了。来，我要继续往下讲。车价不动，动利息是怎么一回事？来跟各位解释一下。1月初呢，特斯拉开第一枪，结果他妈外厂开第一枪，7年期车贷年利率0.98%，接下来全场跟进，然后越压越低。小米头期款4.9万人民币起，理想前3年免息，未来直接压到0.49%。东风日产、广汽丰田更猛，贷款拉到8年96期，到现在加入这场金融战的品牌27家。27家，来，各位，你如果背过房贷，你就知道0.49%，你的房贷的利率零头都不到。这种利率是怎么来的？当然不是银行佛心，是车厂把原本要降价的钱改包装成贴息，塞进财务端。降价商官方指导价，商品牌还会被说内卷，贴息呢？账面车价不变，面子保住了，实际上照样让利，这叫什么？这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反内卷，反掉的是价格战这3个字，不是价格战这件事，它不叫价格战了。但这里有一个真正的问题是留给消费者的：一台车贷款8年，可是中国大陆纯电动车有没有那么长的压力？有没有那么长的保值能力？中型纯电 SUV 普遍1年保值率不到70%，你开1年车价蒸发3成，8年之后车还剩什么残值？搞不好贷款还没缴完，车已经不值那个尾款了。这在金融上有个名词叫做负资产，你欠的钱比你抵押的东西还值钱，那其实大家就逃，不要还，把车丢了。那当年香港房市崩盘的时候，一整代人被这3个字困住，因为卖了还不了贷款。现在同样的剧本，主角换成中国大陆的电动车车主，而且电动车的技术淘汰，不要说淘汰啊，这样太负面了。迭代有多快？固态电池新一代智驾3-5年就翻一轮，你2026年签下8年贷款的车，2030年在路上就是一台过时的老古董，但你还要再缴4年，有些方案还是融资租赁。钱没缴完之前，车的所有钱根本不是你的。车主的痛苦还不止买车，买了之后呢？中国网络上现在流行一句话，我念给各位听啊：买车一时场，修车火葬场。干，这一定是台湾人去写的啦，妈鸡巴！干妈哪有那么多火葬场？来，有车主花了25万人民币买新势力的纯电 SUV。追尾就把他撞到了，前保杆加一颗大灯，修理厂报价3.8万他妈怎么那么贵啊？他的车呢，新势力的纯电 SUV 开1年，二手价只剩15万，修一次车1/8台车的钱就没了。更妙的是，很多修车师傅看到电动车进场，直接摇头，不是不会修，是不敢修。几百伏特的高压系统弄不好，你他妈就上天堂了啦！所以你看，内卷的成本是会沿着食物链往下传的。车厂压供应商，供应商压工人，车厂再回头用8年贷款把你绑上车。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占到便宜，每个人都被套牢。简单的结论是，价格战没有消失，它只是从标签上的数字变成合约里的年限，刀还是那把刀，只是从你的钱包改插进你未来8年的人生。好了，这个中国大陆国内卷成这样，钱也赚不到，企业出路在哪？一定是出海，不用讲。接下来这一章的数字呢，会大到你怀疑人生。中国大陆变成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商。来，你看我后面的一个示意图，就是嘛，装满了电车的滚装船要开始往外走。怎么往外走嘞？等等，我要念一下抖内。哎呦，目前只有4个网友抖内。Violet， 谢谢你的抖内。坏掉龙9说，请支持迷你口袋列表机3人阿鲁巴。老朱并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请问老朱助打气，谢谢。来，今天听的内容讲是电动车，但我还是鼓励大家要读书。来，第一个，这个书呢是这个日本 NHK 的一个儿童节目的主持人写的，那有漫画有文章，我觉得可以解答我们为什么要读书跟为什么要工作这件事情。你家的小朋友或者年轻人看这本书，我强烈建议有效，而且我保证比博客来还便宜。那这一本也是一样，我每次都推荐。这个是李硕，一个中国大陆的年轻历史学者，用安乐椅侦探的方式，也就是他不出门，他实际上跑去这个，谢谢浩哲的抖内，他实际上就是坐在家里调所有的考古资讯，然后来分析到底商代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他得到一个结论啊，这我讲的，商代就跟克苏鲁文明一样，是用人类鲜血献祭来推动整个国家机器的一个文明啊。我觉得这个书写非常好看，有空的时候可以去买。我们这边订了之后，你去买，保证比书店跟那个博客来网络书店还要便宜。来。还有我们的置顶呢，有包含啊，各位好久没讲了，我今天才吃掉了快20颗的那个哈尔滨水饺，这个果然哈尔滨的来的人都是厉害。这水饺真好吃，而且如果不是因为我没空，我其实应该要煮完之后再放气炸锅，但是我家厨房放不下气炸锅了，所以我简单的就把它吃光了，好不好？那所以各位有空的话，记得买一下，这个哈尔滨水饺是在桃园8月我们网剧办的地方啊。同样的，你如果这一次没有来内湖的网剧，8月在桃园啊，有空过来。红旗吗？你怎么会讨论到红旗啊？那不是一般人买的车啦！干，你不是有一个什么金 A 沪 A 什么东西的？你买红旗干嘛？神经病！你去买电动车就好了啦。那是买一个气魄，买一个威严，好不好开不重要啊。买红旗人不会坐在前座啦，怎么扯到红旗去了？来，简单，请你想象一个画面，就像我后面的画面一样，一艘滚装船呢，甲板上密密麻麻叠着7000台电动车，从上海外港出发，它后面还有一艘，在后面还有一整个船队一路排到地平线。这不是比喻啊，这是2026年每天在中国港口真实上演的画面。比亚迪自己的汽车运输船队已经扩到好几艘，还在下定。数字给你：中国汽车出口2021年201万辆，2022年311万。来，我记得我有做那个
作图，哎，来，这个真的很了不起，但是要把我头缩小，来，没关系，给各位看。2023年491万，这一年超越日本哦，登上世界第一。2024年585.9万台，2025年709.8万台，连续3年已经是世界第一了。其中新能源车261.5万辆，一年就翻倍了。1000万辆是什么概念？日本是传统的汽车出口王国，一年出口420万辆左右。中国已经达到它2倍半了，1000万辆等于丰田一整年的全球销售量，它整个把它搬上船运出国外去。为什么冲这么猛？我前面5章就讲清楚了，你看了应该就懂。那它必须要冲这么猛啊！不是中国车企想出海，是不出海会死。艾瑞博顾问公司的同一份报告估计啊，2026年中国国内新车销售量萎缩10%，剩2460万辆，国内产能5000万，市场2400万，中间那个缺口不是产能过剩4个字可以形容的，那是生存问题。海外市场不是扩张选项，是泄洪道，内卷外化了。全世界挡得住吗？我们看欧洲的结果非常有意思。欧盟2024年10月开征反补贴税，基础10%，比亚迪再加17%，吉利加18.8%，上汽最重加到35.3%。欧洲人想说，我他妈加税加到你1/3了，你应该挡得住了吧？结果嘞，很抱歉，似乎是挡不住，似乎加了关税也挡不住。库里南吧？怎么会是库里奇？来，为什么欧洲挡不住？我这样讲，2026年4月，比亚迪在欧洲的纯电新车登记量首度超越特斯拉。2026年5月，更历史性的一幕，中国品牌在欧洲的市占率首度超越日本车，比亚迪、上汽、吉利、奇瑞领跑5家，单月在欧洲卖了13.8万辆，年增65%。为什么关税挡不住？来跟你分享，毛利空间太厚了。Rodian Group 算过，比亚迪的一台 COU 海鸥 U 吧，在欧洲的毛利是14300欧元，是它在中国本土的10倍以上。克我17%，我吸收还有的赚。它的小车就是海豚 Dolphin Surf， 在德国卖26990欧元，还是比同级的雷诺5要便宜。787在线373个赞，大家记得按赞啊，记得按赞啊！我今天讲的内容是真的很认真做的，我不是说别天不认真，而是很多内容有的资料多，有的资料少了。来，第二个，它可以钻税则收税的洞。欧盟的反补贴税只课纯电，插电混动只课基本的10%。中国车企马上调整产品线，大举改推插混进欧洲，就是插电跟混，你只要能够混有引擎就可以进来了。上有关税，下有对策啊。第三也是最根本的，它可以直接搬进你家生产嘛。比亚迪匈牙利赛格德厂40亿欧元，年产能30万辆，2026年第1季试产，第4季量产，欧盟关税直接归零哦。第二座欧洲厂在西班牙、法国2个国家在决选，奇瑞已经在西班牙投产，领跑界 Stellantis 的厂组装，欧盟自己还在推 Made in Europe 政策，鼓励在地生产，你等于亲手给中国车企铺红地毯。于是就出现一个荒谬的现实，比亚迪在国内销售量连跌超过1年，2026年6月国内年减22%，但海外单月
17.5万辆销售，年增95%。第二季呢，靠海外把纯电销冠从特斯拉手上抢回来。王传福在股东大会放话，他说：“2026年我海外要卖超过160万辆，5年内比亚迪要当全世界最大的车厂。”在听直播的各位啊，读历史人都知道，这个剧本似曾相识啊。国内沙尘焦土，然后请全力对外输出，太阳能板这样玩，钢铁这样玩，现在轮的汽车，前2次的结局是欧美的太阳能产跟钢铁厂整排倒闭啊。这一次赌桌上筹码是欧洲1300万个汽车业工作。简单的结论，出口1000万辆不是中国汽车的胜利勋章啊，是内卷绞肉机的泄压阀，压力去哪里呢？产业坟场就在哪里。好啦，台湾接下来终于要讲到了，哈哈哈哈哈！但是人家斗争斗成这样，台湾一点好处都没有拿到，真他妈有够倒霉。但是没关系，随便，我们继续往下讲。哎，来1000万辆中国大陆的外销车往全世界打，那台湾呢？台湾有没有赚到？台湾有没有赚到？唉，台湾的做法是全世界最极端的，没有之一哦。欧盟课税，美国课税加审查，泰国、印尼要求在地生产，台湾是直接一句话不准进来，进不来啊，各位。我把台湾的防线摊给你看，总共3道墙，而且我先说结论，这3道墙盖得密不透风，连漏洞都没有。这句话不是称赞，也不是批评，是事实描述。你听完再自己判断。第一道墙呢，整车禁令，中国制的整车底盘在台湾的海关税则里面列为 MW0，大陆物品不准输入项目。这条管制的血统是追溯到1979年的禁止输入匪货年代啊。条例本身1997年废了，管制留下来了。诶，你说我个人进口1台自用总可以吧？不行，大陆物品要专案核准，而审查要件是少量、特殊需要、国内无产制。1台比亚迪，主管机关会跟你说，市面上多的是替代车款，驳回。想拆成零件进来组，海关有主要特性认定，上市张雪机车，搞不好会中这一条，可能最后你组了还是会被罚款。来，车架马达电池一凑齐，直接按整车认定，退运加罚款。想绕去越南西产地，海关要看实质转型，贴标换证书没用，查到依贸易法，最高罚300万，车子没入。车子没入啊，你照样开不到了。好了，最后呢，就算你神通广大把车弄进来了，还有挂牌验审、VSCC、ARTC 的撞击能耗、噪音测试，加上标检局的电池检验，没有原厂技术文件，你一台车根本验不过5道锁，一路锁到底啊！你想都别想。第2道阻拦呢，是2024年8月上路的自制率新制，因为第1道墙有历史缺口，整车不能进，零件可以，于是中华汽车引进上汽的 MG， 零件从中国来，台湾主张挂国产车卖。2022年开始 ，MG 的 HS 修理卖到下叫。2024年6月跟推出99.9万的 MG4 电动车，被业界叫价格破坏者。各位，你一旦被叫价格破坏者，你就死了。在台湾的车界，不是称赞，叫做罪名。罪名。2024年7月30日，经济部出手，凡中国背景车款、中国品牌、陆资合资、陆资并购的国际品牌，国际品牌在中国生产的4类全包，在台组装销售自制率首年必须要15%到20%。
第2年要到25%，第3年到35%，而且溯及既往。就台湾的法律不用管法不溯及既往这个规则，反正党说了算。8月1号，2024年8月1号新制生效，8月16号 MG4 暂停接单，上市才2个月，一台热销电动车直接从官网下架 ，MG 当月销量对前月崩掉60%以上，中华车的股价接近腰斩，连锁效应，吉利、奇瑞、理想、华为、小米，通通没有办法进来。进不了，到今天他们原来在评估全部都喊卡了，到今天2026年7月，将近2年了 ，MG4 还挂在预购接单，你可以下定交车，再等等，再等等。来，第3道墙是我们接下来要讲最隐形的，就是这样子啦。来。这不只是挡中国车的问题，我说过了，我没有拿中国车任何一个车厂的钱。我前面讲比亚迪，他可能要跨境镇压我嘞。但是问题是一个自由市场机制，我们需要鲶鱼嘛？我们需要鲶鱼啊！鲶鱼是什么意思？经济学上有一个词叫鲶鱼效应。在听直播的各位啊，在沙丁鱼槽里面放一条鲶鱼。沙丁鱼为了逃命拼命游，反而活得更久，活力更大。MG4 那个99.9万啊，那个价格呢？就是丢进台湾车市这一缸沙丁鱼里面的那一个鲶鱼，它一出现，日系同级车被迫降价促销。美系车新车卖中古车价，消费者第一次看到原来台湾的车价是可以被打下来的，但是你把台湾车价打下来之后，你就得罪厂商了，然后鲶鱼就被捞走了。商业周刊的业界访谈讲得很白 ，MG 退场之后，价格竞争的压力消失 ，MG 就算补足自制率回来，成本推估至少涨1成。更妙的是，连国产车都可能因此变贵。那篇商业周刊的报道，我念给各位听，叫“肥了车商，瘦了民众”。当政府跟你说这是保护台湾汽车产业的时候，各位啊，老规矩要反向解读，保护的是产业里的谁？台湾的零组件协力厂会多接到单吗？业界自己说不会哦。那保护的是谁？是那些不用再面对99.9万竞争力的那些车厂。最简单的结论呢，台湾的蓝组对岸电动车的工程品质无懈可击，一个漏洞都没有。但这件事情有一个问题是，你有问过在这一个防护墙的里面的人，愿不愿意为他付钱吗？你说抗中保台，凭什么要你民众用更贵买更贵的车，让国内的车厂赚钱呢？但是付多少钱，多付了多少，厂商赚了多少，我们打开计算机，简单的算给你听，好吗？来，各位，今天的目标呢是，如果这个达到了，就是有15折150块以上的斗内呢，我们就讲全球 AI 大战。我觉得蛮有趣的，但是你各位如果没有听过，可能就不知道。来 ，Jeju Fish 也有来参加我们的网剧，还有蔡兆和赵和兄要好好照顾身体啊。这个赵和兄之前一直说待在加护病房，就原来是他自己，我以为是他在陪病嘞，好好照顾身体啦。来 ，Winston Ruby 说，锂电这个东西已经不是其本身供应链的问题，而是影响了大陆整个制造业，特别是中小制造企业的生存跟发展的机制啊。锂电对供应商近似压榨的管理模式，已经被国内头部制造业大厂广泛应用，甚至有过之而不及。对用工量最大的中小企业的影响是致命的。目前大陆最大用工量数量最多的产业还是制造，起码超过1亿，背后
城寨的家庭更是数不胜数。希望诸大的观众对笛子无论抱成怎么样的态度，能从更多视角、更高的维度来看待跟分析问题。我这样讲啊，我们要诅咒比亚迪倒，但是他弄敌链这个东西，对共产党赖以为生的基础工农本身有很大的问题嘛。来 ，KJ 说星期日天气居然这么好，真让我扼腕没到现场。久违跟上直播，我有看 AI 大乱斗，但目前只有一半哦，只有8个人啊，等一下要7个才能够过这个题目啊。来，好了，重头戏来了，各位，我全部讲那么多，他妈为了讲这一章啦。为什么？我想要算一算，你在台湾本来买电动车应该可以多便宜。Manchuan Wang 说：“哎呦，我有收到你，你可以直接抖内到支付宝也可以啊，你可以指定说你想要听 AI 大战，我把它算进去就好了。我昨天也收到你的抖内了，不是富士山下邱小姐，我当然知道压供应商跟下游厂商是常态，谁不压呢？但是你一压了4000亿人民币，是1.6兆，快2兆新台币左右，我认为这个过分，太夸张了。对啦，我也知道60天到90天是工厂常态，可是你压到270天呢？好，但没关系，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好不好？来，我继续往下讲。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我假设算给你听。台湾如果明天拆掉整车禁令，不限制自制率，就跟对待日本车、德国车、美国车一样，让中国制的电动车进来，照 WTO 的规矩课税，会发生什么事？台湾人可以买到多便宜的电动车？先看规则，我先科普一下，台湾进口车的税有分成3大块，关税17.5%，货物税、营业税5%。货物税这一块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彩蛋，纯电动车完税价140万以下免征货物税，而且2025年12月立法院已经3读，这个优惠延长到2030年底。换句话说，一台140万以内的平价电动车，进口台湾的实质税负只有关税17.5%加营业税5%，就这样。来，我们来算规矩，讲清楚，就用后面的数字哦。来，汇率我用1人民币兑4.4台币，这个很保守啦。今天的即期汇率其实更低，大概4.1到4.2，也就是我算出来的价格只会高估不会低估。运费、保险加8%，关税17.5%，营业税15%，再加15%给经销商赚，然后验车保固通路15%，已经是很肥的通路利润了，全部乘起来，大概是在中国大陆的售价乘以1.53倍再换汇，来上菜啦，各位。看到没有？这些就是价格。如果台湾不抗中保台，赌你会是多少钱呢？来，第一台比亚迪海鸥，2026年式，305公里续航，中国官方指导价69900人民币，全部成本叠上去，台湾落地价约47万台币。47万，你连一台像样的燃油小车都买不太到，这是全新的电动车哦。来，第二台秦 Plus EV 510公里续航，99800，落地约67万。台湾现在最便宜的电动车 Bria 89万9。第三台。重点中的重点，第3代元 Plus， 今年5月21日刚在中国上市的换代新车，540公里续航。第2代刀片电池闪充
11.990万人民币，落地约81万。元 Plus 是什么级距啊？它是紧凑型纯电 SUV， 它的直接对手是谁？是 Model Y。台湾的 Model Y 后驱版卖多少？189.999万。我讲到这里，我要跟你讲，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已经退休了，他的理想是他去中国大陆自驾游，然后就是落地之后，在当地的城市买一台电动车，然后一路开到哪里？譬如说，也许广西，也许乌鲁木齐，也许新疆，西藏可能不行啊，他可能要带那个氧气罩。那他到当地呢，就不用再开回来，在当地就卖掉，然后坐飞机回台湾。他说这个很划算。在听直播啊，如果你刚买了 Model Y 头期款的各位，深呼吸呀、同一个级距81万新台币对上189.999万，2.3倍，这不是海鸥那种小车不能比的对比，这是同级距、同用途、规格表放在一起看的对比。第四台又是压轴了。比亚迪的旗舰轿车汉 EV 闪充版，17.980万人民币，落地约121万新台币，还在140万免货物税的线内。121万的比亚迪旗舰对上174.999万的 Model 3 Long Range， 你拿一台湾国产入门电动车的钱，本来可以开走比亚迪的旗舰，结果你拿一台特斯拉的钱，本来可以买2台汉 EV， 还找钱你老婆一台，你一台，或是你一台，你儿子一台。事务所会有同学讲说，朱大不公平，人家欧盟还课反补贴税耶。好，我们就用最严格的算法，比照欧盟对比亚迪再叠17%的反补贴税。海鸥47万变55万，元 Plus 81万变95万，还是1万。这就是为什么欧盟课了税，比亚迪照样在欧洲把特斯拉拉下马，关税挡不住成本结构的碾压嘛。这是数学，不是立场啊！各位，你要不要看看叫那些青鸟来？你妈逼！你为了要抗中保台，你为了要抵制陆货，要保护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台湾电车厂商。每个人要多付几十万，好啦，那海鸥47变55万，元 Plus 81万变95万，简单嘛？那讲到这里，但是我还是要讲，现在有一个问题，就算这个车进来，它有负面的影响的。便宜有便宜的代价，而且代价是真的。第一个，售后服务有风险。你前面听到了，中国车主自己都在哀嚎，修车火葬场，师傅不敢修，一定要回原厂。车进来了，维修网呢？你公司不让他进来，你没有维修网了。零件呢？我推估的15%通路成本盖不住一个成熟的售后体系。前几年呢，你要当白老鼠是必然。早买早享受，晚买有折扣，但是你早享受就没有折扣，很多要碰壁。第二个，残值，1年掉30%的保值率，你买的便宜，卖的更便宜啊。第三个，你要考量到品牌会不会倒。还记不记得我们最开始的时候讲，129家电动车车企？预估只会剩15家。王政委说这货出狱了，你错，我他妈逃狱，快叫检察官来抓我，快去，我笑你不敢。看到没有？我千辛万苦的逃出台北监狱，竟然被你这个正义之士看到了，赶快叫警察来抓呀！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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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等等，我不要浪费时间在不读书的网友手上。来。
所以你2026年买的品牌，2030年还在不在？保固找谁？这是真实的风险。第四，资安、车机、镜头、麦克风、联网数据，各国对中国联网汽车的审查不是空穴来风啦。美国是从联网软一体下手管制，这一题不是有没有风险，是你愿不愿意用30万价差交换这个风险，这是每个消费者自己的选择。坦白讲，我不在乎。那你要怎么样？你就传联网啊！我在车上最多挖鼻孔啊，那又怎么样呢？那你要前提就是你要讲资安问题，你要先有得选，好吗？有得选。来，台湾现在的状况是，政府一只手给电动车免货物税，5年减了289亿税收，鼓励你买电动车；另外一手又禁令和自制率，确保你只买得到贵的电动车。免税省给你的几十万，远远补不上禁令垫高的价差。简单说，只用关税，台湾人可以用半价开上同级电动车。这句话是经过计算的，我重新核算过，不是口号。现在的制度选择是把这个选项从你的人生里整个拿到，连问都没有问过你，你根本就没有这个选择。这样的选择到底值不值得？我们简单继续走下去，最后来结账。我看不到现在多少人按赞啊？目前我们同上大概900多人，那各位有空多按个赞，好不好？就让这个大家可以多来看。刚刚我看还有谁？超哥好像又抖内什么？超哥买了一大堆吗 ？IHG 的这个点数嘞，还有我们置顶的那个书啊，还有我们的信丰猪肉的香肠，我跟你讲，台湾香肠超好吃，所以请各位务必买来吃，它有乐牌，还有那个猪脚筋赞。来，金盏花说猪大的每一集内容都很有深度，可惜我没有在股市发大财，只能抖那一点小小的心意。坏掉龙酒说超哥抖内，比亚迪海鸥不该47万台币给台湾完税35起，差不多。除了小红书用户给中国人弄过的都便宜。超哥就是最近经济学人讲的非常经典的一个，在中国非常讨厌小红书的男人很多，他就是其中一个。所以啊，就便宜嘛，干你不要再讲了啊，就差这么多来。所以我的结论很简单呐、你们到底要怎么看这个电动车的市场？我是觉得，身为终端消费者啊，你叫我妈为了爱国牺牲什么东西，而且实际上也没爱到国，实际上也没帮到本土产业，这到底是用什么逻辑说的？我知道 Man Chang Wu 说中国产品有保护，对，但现在的问题是，台湾当今的政府怎么可能容许中国厂商进来开分公司？好了，我一边讲这一段呢，先把我的那个狗皮膏药，就是要饭赚红钱的 QR code 进来。如果各位要抖内或者要指定讲什么题目的话，在这边赶快讲。可以赶快按赞啊！来讲到这里啊，事情其实已经很清楚了。我们把整个故事的账单摊开来看，看看每一行是谁在付。第一行是中国的供应商，他们付的是8到10月的账期，5%到10%的贴息，每年再砍1刀的10%降价，跟一封封请勿回奉的邮件。他们用现金流，用员工的薪水，用20年的家业，垫出了那个震撼全世界的中国价格。行业债务呢是9590亿，这他们负担的责任。第二个是中国的消费者也有点吃亏，因为他们要付8年的车贷，1年增拉30%的残值，修一颗大灯3.8万的维修费，还有你买的品牌4年之后在不在乐透，129家会变15家的淘汰赛里面，每一家倒掉的车厂背后
都是有一批车主变成孤儿。来，第三行呢是欧洲，欧洲人正在付的是产业防线啊，关税挡不住成本碾压，1300万个汽车业工作压在赌桌上。第四个是台湾，我们付的最特别，我们付的代价是没有选择。同一级距的车，对岸卖81万，我们卖189万，这中间的108万价差，不是天灾，是党的制度设计，有人替你决定了，你不需要这个选项。所以在听直播的各位，现在我们回到总纲，回答那个最根本的问题：这道墙到底该不该盖？哇 ，CC Lex 说可惜这里不能传递图片。去年比亚迪侦测到汉 EV 电池衰减超过25%，直接免费给我换电池了，单据还在。哇哦，开心！所以啦，我接下来继续讲，我们回到真正的总纲，就是台湾到底该不该拿民众买到便宜车的机会跟代价拿来抗中保台？我不打算给你一个简单的答案，因为简单答案都骗人的。我给你一个等价交换的账目，你自己算一算，要不要拿来想办法做抗中保台？第一个，你要挡中国车可以，理由存在，这个补贴扭曲成本结构啦，治安疑虑啊，还有它的供应链，你不想让台湾产业跟它硬碰硬合理，但代价是全台湾的车主每一个想买电车的人都要多付几十万到上百万，而且是永久性的，看不到尽头的多付，鲶鱼效应消失，连非中国车都懒得降价。好，再来，你要开放中国车也可以，台湾人立刻用半价开上电动车，运具电动化的政策目标搭的顺风车达标啊，但代价，国产整车业大概率撑不住了。MG 事件已经预演给你看过了，售后残值、治安的风险，每一个消费者自己要扛。你放进来的每一分便宜，上游都有一个深夜在看着底链发单老板。但你如果不是左派，你如果不是 DEI， 你如果不是追求什么东西的人，你不是追求什么正义劳工价值的人，你大概不需要在乎。所以没有免费午餐，两边都是。话说前一阵子我跑去南港那边的公司开会，我走在路上，我要去那个南港拉拉破吃饭，结果中间还遇到那个台湾特色组织跟我募款，我刚才说没有，不用。但是我内心的感慨也是，终究到了一个时代，是台湾特色组织不认识我了，那我也开心的悄悄都溜过去，怎么样？开心吧？来，所以呀、真正让我不爽的不是台湾选择了阻挡电动车，而是他选择的过程根本不跟你商量，一纸公告8月1号生效，溯及既往，一台热销车2个月之内就下架，全程没有人问过消费者一句话，保护产业的成本摊在41万个买车家庭头上，受保护的产业连以后车会不会比较便宜都不敢承诺啊！商业周刊那6个字我再念一次：肥了车商，瘦了民众。但对岸的车厂也有你的挑战哦，你的3230亿的隐形负债，60天之内突然之间冒出来，因为你不能再拖欠了，那些债务最后会不会让这些大到不能倒的厂商出现危机？所以最后的判断要小心啊！恒大不是不会再出现，车厂如果再变成恒大，那恐怕有很大的危机。所以最后简单的结论，
真相是中国车便宜，有它的供应链负担，台湾车贵的问题是没有征询过你的政策交易。科学告诉我们，成本结构不会因为关税而消失哦，负债不会因为你把欠条藏起来而蒸发，车价也不会因为口号而下降，数字终究会找到出口，像今天这样摊在你面前。但问题是，等价交换永远成立。你要产业保护，就要付车价；你要半价电动车，就要吞下它背后的整套风险。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存在的选项，就是既要又要还要。中国供应商千辛万苦想办法生存下来，台湾车主就是用比较贵的钱买到人家不想买的贵车。这一张账单呢，从来没有人问你要不要签呐，但是你自己都要倒霉。所以好开心，今天的直播呢，就等各位这个分享你的看法怎么样？海尼根说买比亚迪等于买美国货，哇，好棒哦！这个你开心就好啊。有些东西我根本连争论都不用争论了。来，各位，这是我们今天的那个最后的老爷小姐今天的说书觉得精彩的话，麻烦抖那一下，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有微信，有支付宝，有绿界，请大家多多支持。那我们再看看今天的状况怎么样？但我觉得啦，各位，本台的立场一向是很简单，就是你不要太过相信任何人给你的美好承诺，因为美好承诺呢，永远都有它背后必须美好的原因。那这个必须美好的原因呢，很多时候就是他没有办法跟你天长地久。这个坏掉龙九说，超哥斗内大陆人制造业就人口红利而已。宁德时代营收涨40%，净利润700多亿，然后1到6级员工涨薪150。比亚迪的问题已经罄竹难书了。中国制造业很多现象跟 GDP 一样，跟老百姓没什么关系。不知道有些在高兴什么？哎呀，他要找一点理由开心嘛。所以大陆汽车出口本来就有毛利啊，因为你原来是用人民币算的，但是结果现在呢，你算来的价格用欧元算的，开玩笑，哪有不爽？我看看绿界有没有网友抖内啊？要炖排骨汤，谢谢你的抖内 ，RW 力也抖了一个+1。这个渊渊说抖朱大一个要饭碗工啊。话说这一次。Vicky 说我是新同学，科技理工女，听朱大用 AI 解析各种有趣的主题很过瘾。对不起，想听朱大问 AI 自己怎么看 AI 泡沫何时破灭，股市还能赢多久？看看有没有人共襄盛举。这个不知道那没关系，我明天的因为今天看这个抖内已经破。亮了，明天就要讲 AI 大战，但是你说 AI 泡沫什么时候会破？你明天来听明天晚上的直播讲是 AI， 但是什么时候破？我觉得没有那么乐观。那这个我发现这一次去那个丰裕忘了带我的要饭碗工了。好了，没关系谢谢圆圆的支持。其他还有谁？RW 力，然后这个要炖排骨汤，好，这个字也小到我都看不见的。KJ 说刚看一下，连讨论场都要错过了，老猪掰。这么早公布你也会错过。于伟文说这个他没有讲话。OWTS 说看到 AI 抖一个，这可比那些课程实用而且便宜多了。也不是我跟你讲，我真心不懂，到底为什么 AI 要开课？
因为实际上你就开始用啊，开什么课呢？干太棒了！今天有人抖了0.01元，我都不知道微信可以抖这样子。什么层？谢谢你0.01，这怎么抖的啊？然后这个7月10号有网友说抖个小目标，好，那是前几天的啦。哇，了不起！我有网友去满洲跑了一趟，哎，等等，我点错了，啊啊啊！极客湾怎么会讲 AI 泡沫啊？他们搞硬体的不是吗？来，我看看呢，这个网友有没有留言？什么什么捐说跟上直播要卖手上的比亚迪吗？我觉得手上比亚迪不用卖啊，因为你现在那个车只是残值不够，你自己开的高兴就好啊。我没有说比亚迪会出问题，而且就算都倒闭，比亚迪绝对不会是第一个。但是要不要买比亚迪的股票，我认为你要再想一想。所以没有要叫你卖比亚迪的股票，什么什么名，谢谢你的抖内。然后这个什么什么捐说，谢谢朱大认真的制作影片，使用者付费支持你，谢谢你的使用者付费。来，我再看看啊。哎呀，今天支付宝人比较多，什么什么穷，但没有留言，谢谢你啊。什么什么智也没留言。好了，各位，这个既然我都大致念完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赶快投票了。接下来要让本人去打命运双龙去了。来，今天的内容你觉得讲得好，内容写的也好的，请投1。那你觉得内容好但讲不好，请投2。你觉得内容不好，讲的也不好，请投3。所以我个人认为，你一边投票我一边讲，我觉得 AI 不会泡沫化，它会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现在还有很多人在那个大惊小怪，像譬如说有人说干妈我贴资料给你，你用 AI 回，那不如不要回。我说你等等，我把 AI 的思考模式都贴给你，因为你错在数据收集就错了。那所以你不要说我用 AI 回，我是很认真的用 AI 跟你一起互相学习。你看你的资料找错了，我还不收钱帮你找出来资料错在哪，这不是很开心吗？超哥还有个抖内没念哦，我刚是跳过去了，对吧？来，等一下啊，哎，人口抖内我有念啊，人口红利呀、哦，哎，不对啊，这个也念了啊。妈，超哥抖内我每个都念啊，干龙九今天妈是不是太累啊？谢明峰说：“我想换车，但新车都好贵，穷人下不了手啊，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换呢、啊？不然就做 Uber 吧。”风兴说：“极客湾讲的 AI 泡沫，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们说泡沫是那几间公司泡沫，AI 本身不会。有一个说法是 AI 是奇异点，我们已经在 Singularity Point，所以我觉得 AI 不会泡沫啦。而且我甚至觉得，因为 AI 不能泡沫，所以那几家公司也不会泡沫。SpaceX 最近已经大跌了，你还要再跌，跌到100块以下，对吧？对啊，那个立法不允许 AI 裁员那个东西，我明天应该会讲到。好，达成目标了。新义区猫头鹰说：“朱大晚上好，我就晚了，先抖那一下。什么东西？来，风兴说我的抖那念错了，泡沫是那几间公司泡沫，AI 本身不会啊，没有念错啊。极客湾不是做硬体的吗？
陆以美说支持认真的诛仙，谢谢你哦。我跟你讲，很值得挑战的是，全世界的 AI 现在都打得死去活来，但就台湾好像没事人一样，这真的很夸张，就不在乎就对了。没有，我是觉得 SpaceX 现在大跌的理由不太对。SpaceX 一年要发150次的火箭回收，那中国大陆成功一次，你 SpaceX 股市就跌，这个未免太快反应了吧 ？Impalpable 说朱大，我已经留言给客服了，谢谢你。我们客服每天至少看1次到2次，所以你看看他怎么样。然后 Chris 蔡说朱大好，稍等看回放，谢谢。我跟你讲，真正鸟的地方是最先进的晶片是我们做的，训练 AI 没有台湾不行，但结果最先进的 Fable 系列甚至 Mythos 系列，台湾不能用，连台积电都不能用。你在搞什么？我们完全是状况外，我们在整个产业链外面，好吗？所以这个就是但当然啦，你说垄断地位，但是我从来不觉得可回收火箭是一个永远不能超越的科技啊。那当然 ，SpaceX 在现在这个状况，以舆论跟以市场上的恐慌来讲是有压力的。如果你真要去空它，可以空一下子，但不要空一辈子。不是啊，你他妈拿到百事可乐对可口可乐奖干，你应该要讲百事可乐一年卖150瓶，结果现在可口可乐卖1瓶，百事可乐就跌1半的价格，怎么合理？不合理啦，就这样子啊。所以好啦，今日的直播到这边告一段落啦。那我们明天因为达标了，所以开开心心的就讲。AI 大战，我觉得很有趣，好不好？但是我 AI 大战写到一半，脚本因为我的额度用完了，我等下还要回去继续写。好啦，就这样子啊，跟大家说拜拜了，好不好？拜拜拜拜。